你打开新闻广播，感到一阵焦虑在胃里打结，一种熟悉的紧张感辐射到你的胸膛。当你滚动社交媒体的动态时，世界展现为一个震耳欲聋的战场，一个愤怒意见的斗兽场。每个人都在尖叫，却没有人倾听。每一个头条新闻，每一次激烈的辩论，每一次选举结果，都像黑夜中的小偷，又偷走了你内心平静的一小片。你的感觉与前题所描述的完全一样。一艘巨轮上无助的乘客，被猛烈的风暴摇晃，绝望地抓着别人控制的舵。你的住境、你的专注能力和你的生命能量，现在都随着民意调查的潮汐起伏，成为数千公里之外时间的认知。你被条件化去反应、去感受、去分开。你的情绪状态已成为外部混乱的纯粹反应，一面破碎的镜子直线，释出世界的分崩赤析。而你感到的疲惫，正是活生生的证明。这种疲倦并非来自体力劳动，而是来自灵魂，一种精神上的疲劳，因为它承载着你无法解决的冲突的重量，并在你的头脑中进行着你无法赢得的战争。你被教导要去关心一切，对一切都有意见，唯独除了你真正统治的唯一领土，你的内心宇宙。我们承认这种痛苦，因为它是真实的。在我们继续之前，我希望你做一件简单的事：订阅这个频道，并评论呢正在从那个城市或国家建立你的内心堡垒。这是认识到你的力量不在外面，而恰恰在你现在所在指出的第一步。但如果我告诉你，这种反应性不是一个判决，而是一个习惯呢？并且每个习惯都可以被打破，并被一个新的操作系统所取代。我们这次会面的承诺，不是给你更多的意见，让你在风暴中呐喊。承诺是交给你工具，让你在风暴中建造一个庇护所。今天你不会学到如何改变世界，而是学到一些无限更强大的东西。你将学会如何组织世界改变了。我们将建立3个基于4多个学派永恒智慧的精神防御共识，这将把你从一个被浪涛炮制的反应性公民，转变为一个内心的过物家，你自信制的住境统治者。这是一段宣告你个人主权，并确保你的平静不再可以协商的旅程。这场风暴的解决方案不在于一个新的政治宣言或一个旧式的意识形态，答案要古老得多，经受过保证、战争和帝国崩溃的烈火考验。我们将寻求4多个学派的智慧，但忘掉那些背诵着臣服理论的白胡子老人的形象吧，把4多个主义看作它真正的样子，一种简短的心智技术，一本在危机时期进行个人智力的操作手册。正是这个系统，让像皇帝马克·奥勒留和努力·艾比克泰的这样的人，不是不顾他们的处境，而是因为他们的处境找到了助境和力量。你将要学到的不是学术哲学，它是一个使用的精神策略武库，用意在现代世界的疯狂面前锻造不可动摇的人性。让我们从一个战略性的中枢开始。人性这个词已经被庸俗化了，常常与被动的忍受痛苦联系在一起。让我们抛弃这个观念。从今天起，你追求的不是人性，而是主权稳定。目标不是忽视政治命运的洪流，而是建造一个如此宏伟坚固的内心城堡，以至于没有任何外部危机可以侵犯它的城墙。政治危机不再是焦虑的源头，而变成了你的个人训练场。每一条两人的新闻，每一次徒劳的辩论，都成为时间美的锻炼冷静和加强品格的机会。目标不是改变外面的系统，而是锻造一个对它免疫的精神。为了证明即使在最极端的条件下，这也是可能的，请看看塞涅卡。他是逆禄的顾问，历史上最不稳定和最危险的暴君之一。当皇帝将罗马沉浸在偏执和楔形中时，塞涅卡写的却是关于灵魂主境的论著，不是从遥远的避难所，而是从混乱的核心地带。它证明了内心的平静是一个决定，
一个即使在疯狂的王座旁也可以建立的堡垒。这同样的力量现在也为你所用，而你作为自己的统治者的第一个行动，你的第一道法令，就是宣布你对这个新身份的承诺。因此，在我们进入建造你的城墙之前，我希望你为这段路程做好准备，并做出承诺。我们现在来到了你第一道方线的建设，这是所有方线中最根本和最强大的，这是你整个内心城堡将建立其上的墙基。原则是残酷的、简单且不容上意的。你必须学会以外可以生般的精确度，将所有在你控制范围内的事物与那些无可挽回的、超出你控制的事物分开，把它想象成宇宙中存在的一切事物的巨大分界线。在线的一边是一个包含你的选择、你的判断、你的反应以及你今天执行的行动的小圈子，在另一边是一个无限的海洋，包含其他一切：选举的结果、经济政策、他人的意见、战争、群众的疯狂。你的任务从这一刻起，就是将你100%的精力、专注和注意力投入到那个小圈子里，并以平静的漠然对待那片浩瀚的海洋。这是4多个是自由的基石，这不是一个建议，这是一条精神物理学的定律。你花费在为不可控海洋中的时间、担忧、愤怒或绝望上的每一滴能量，都是从你在你的圈子内卓越行动的能力中切取的能量。你在网上唯一向政治决定争论的每1分钟，都是你没有用来成为一个更好的专业人士，一个更在场的父亲，一个更强大和更优美的德人的1分钟。政治混乱以你分散的注意力为事，他想让你相信你的平静取决于一次投票的结果，你的幸福掌握在遥远的立法者手中。这是让你被锁链束缚、反应和软弱的巨大谎言。真相是，你的平静值取决于你选择将你的焦点放在哪里。这陡墙的建设是与不懈的警惕，对于你消费的每一条新闻，对于因政治混乱而出现的每一种情绪，你都必须停下来，问艾比克泰特的那个神圣问题：这在我的控制之下还是之外？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你的工作只有一个：承认这个事实，像接受下雨或刮风这样的天气状况一样接受它，并立即将你的思绪中心导向你能做的事情。你可以控制你如何对待投票与你不同的邻居，你可以控制你今天是否要去锻炼以强健你的身体，你可以控制你是否要去读一本书以强化你的心智。这些是一个真正统治者，一个内在过物家的行动。这种时间释放的力量是巨大而直接的，就好像你一生都在试图将世界扛在肩上，然后突然意识到你唯一的任务是照顾好你自己的花园。焦虑消散了，因为它只能存在于不可控的领域，在不确定的未来中。反应性的愤怒消失了，因为你意识到对河水的流向法律是一种疯狂。你不再是政治生活的业余评论员，而成为你自己内心生活的专业建筑师。这陡墙不会将你与世界隔驰，它保护你免受噪音的干扰，这样你就可以以真正的清晰和目的在世界上行动，将你的力量集中在它真正能产生影响的地方。很自然的，现代心智会对这种简单性产生反叛，会立即产生一种内在冲突。你的自我会尖叫说，但这很重要，我必须关心，莫不关心就是冷漠，就是放弃。我们被条件化地相信，我们分开的程度是我们品格的衡量标准。社交媒体亦将公开表示，关切变成一种社会价值的货币。平息你的愤怒，从大辩论中撤回你的能量，似乎是一种背叛，一种不作为的形式。你感到有压力，要有意见，要站队，要向世界展示你关心正确的事情，这是最微妙和最危险的线。请理解，这种反应的需求不是美德的标志，而是被编程的结果。媒体、算法、政治家本身，他们都从你的情绪反应中获利。你有愤怒或恐惧驱动的参与，
是推动混乱机器运转的燃料。他们不想要你深思熟虑的行动，他们想要你被俘虏的注意力，你冲动的点击，你紧张的能量。地址这一点，建立控制而分法的城墙不是冷漠，相反，这是对一个希望让你保持软弱、焦虑和分心的系统的最激进的反抗行为。这是你拒绝成为一个情绪傀儡、别人期盼上的一个妻子的宣言。因此，真正的冲突不在于关心与不关心之间，而在于如何有效地引导你的关心。反应性的公民将他的关心像薄雾一样散布在整个不可控的海洋上，无法影响任何事情。内在的国务家则像激光束一样将他的关心集中在他控制的小圈子上，创造出真实而有意义的改变。他明白改善世界的最好方式是在混乱中成为一个秩序和美德的据点。他成为疯狂时代中立制的榜样，恐慌街道上冷静的邻居，在冲走他人的汹涌洪流中坚固的岩石，困难在预方器对结果的掣肘。你被教导将你的身份和你的平静投入到你的政治部落的胜利中，他们的失败似乎是个人的失败，他们的胜利似乎是个人的胜利。斯多葛主义命令你执行一个残酷的手术，将你的内心平静与任何外部结果脱钩。你的任务是在此时此地以美德、勇气、正义行事。最终的结果属于命运的洪流，属于命运，属于宇宙。与之抗争是痛苦的定义，接受这一点，并只专注于你行动的质量是自由的定义。这很困难，但这是走出政治焦虑监狱的唯一途径。想象一下，全球政治舞台确实是命运的洪流，一条巨大、汹涌且不可预测的河流。它的表面充满了残害、旋转的树干，代表日常危机、头条新闻、抽问的危险漩涡。普通人，那个反应性的公民就在这条河里，他拼命地试图逆流而上。当一则新闻把他往左拉时，他用尽所有力气试图又向右边。他对着水大喊，诅咒河水的速度，抓住一根飘过的树枝，结果又被冲走。他筋疲力尽，两孔握分，完全任由一股比他强大无数倍的力量摆布。他的生活是一场持续不断的、注定失败的斗争。现在想象你自己应用控制而分法，你不再在河里了，你坚定地站在洪流中央的一块巨石上，或者更好的是，你在你的城堡里安全地从一山高床观察着河流。你看到同样的汹涌，同样的残害，同样不可预测的洪流。外部现实没有改变，改变的是你与它的关系。水拍打着你掩饰的基座，但没有移动呢。洪流的噪音传到你的耳朵，但听起来很遥远，就像安全屋顶上的雨声。你可以清晰地、不带恐慌地观察河流的运动。这个比喻是你转变的关键。成为内在的国务家并不意味着河流停止存在，混乱不会消失，政治疯狂不会奇迹般的痊愈。不同的是，你停止了与混乱的认同。你明白你不是洪流，你是掩饰。你的任务不是组织河流，那是不可能的，而是确保你的岩石保持坚固，你的城堡保持完好。你过去花在绝望而无用的游泳上的能量，现在被用来加固你的地基，打磨你的石头，确保无论河流变得多么汹涌，你都将保持稳定。每当你感觉自己被拉入水中，感觉到愤怒或焦虑抓住你时，你的任务就是想象自己后退一步，重新爬上你的岩石。像观察和中危险的漩涡一样观察这种情绪，带着认知，带着谨慎，但不要跳进去。这种日常的梳持和观察练习，是建立你主权稳定的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的身份会改变，你不再是那个精疲力尽的游泳者，而成为岩石的沉默守护者，命运凶涛中的一座稳定等塔。通过内化者第一个防御公式，你执行了你生命中最大的资源回收。想象你每天浪费了多少精神和情感能量，花在担忧、分开、徒劳讨论、强迫性的刷信新闻门户上的能量。这是一个天文数字。通过建立控制而分法的城墙，
你止住了生命力的这种大规模出血。突然之间，所有这些能量都回到了你身边，供你投资于真正重要且你确实可以影响的事情上。你变得更有效率，在你的人际关系中更在场，更专注于你的健康和个人成长。你不再是游戏中的棋子，而成为自己棋盘上的玩家。政治焦虑的存在是为了让你从自己的生活中分心，让你专注于抽象而遥远的问题，而你生存中真实而直接的问题却被忽略了。通过应用这个原则，你转了这种动态，你成为你自己宇宙的主人。你的平静不再是外部环境的认知，而成为你内在选择的产物。这不是一个小小的改变，这是努力与自由认知间的区别。这是你新身份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基础。城墙不会让你变得麻木，它让你变得有效。从这个稳定的位置，你才能真正的在世界上行动。一个恐慌的医生无法进行手术，一个两孔的小房员无法进入燃烧的建筑。同样，一个焦虑和反应性的公民无法为社会做出积极的贡献。只有从你住进的岩石上，你才能伸出手去帮助那些在你身边、你睡的人。只有从你秩序的城堡内部，你才能在你影响的小圈子里计划有的性和有效的行动。你的冷静成为你最大的影响力工具。因此，不要把这堵墙看作是个吃你的障碍，而是一个提升你的平台。它把你提升到噪音之上、反应性之上、群众恐慌之上。它给你清晰的视野，让你看到事物的本来面目，并给你力量在你能产生影响的地方行动。从今天起，无情地练习这种划分，在每次反应之前问：可控还是不可控？然后一是冰般的记录，将你的心智转回到你的岗位、你的职责、你唯一能赢的战斗，为你自己灵魂主权的战斗。这是成为内心城堡守护者的第一步。通往这全稳定的路程是持续的，需要训练。你在这里学到的是基础，为了继续建立你的防御并探索其他心智技术，我们创建了一个名为内在国物架图书馆的特别播放列表。它包含像这样的其他指南，将帮助你深化你的知识并加强你的时间。当你完成这个视频时，把它看作是你训练中的下一个战略步骤，把它想象成在下一场战斗前查阅地图和战争手册。现在，让我们进入第二个防御公式，一个对你心智更高级的训练。随着你城墙的基础已经建立，是时候建造你城堡的第二个基本结构了——瞭望塔。这不是一个用来恐惧的观察敌人的塔，而是用来以战略智慧预测他们动向的塔。这种4多个时间被称为 premeditatio malorum， 即对恶事的预象。用现代术语来说，这是一种消极想象，一种乍一看似乎违反直觉和阴暗的联系，但实际上它是锻造心理误写科技的最强大工具之一。它是对抗伴随意外危机而来的镇良、良压和绝望的直接解药。联系如下：定期地，在一种冷静和反思的状态下，你将故意想象最批的政治情境成为现实。想象你最喜欢的候选人以压倒性优势输掉选举。想象你最担心的经济政策被实施。想象你真实的社会稳定开始瓦解。这样做不是为了这么自己或沉浸在悲观主义中，你这样做有一个特定而强大的目的：演练你的反应。你问自己，如果这发生了，我如何还能医美的行事？我如何能保持冷静？我的焦点将在哪里？通过练习这个，你消除了未来对你最大的武器——意外因素。大多数人生活在一种脆弱的希望中，气到最屁的情况不会发生。结果，当它发生时，他们被摧毁，措手不及，他们的心智崩溃。而内在的国务家，则在他的头脑中已经走过这条路几十次了。他已经在想象中感受到了失败的卜卦，他已经计划好了他的行动。当真实事件发生时，他遇到的不是一个可怕的怪物，
而是一个他早已准备好的熟悉场景。雨象将对未知的恐惧转变为对抑郁见之时的冷静。这是一个两恐的新病和一个战争老兵之间的区别。老兵不一定更勇敢，但他什么都见过了，他的神经系统不会以同样的质量做出反应。他见过混乱，为此进行过训练，并且知道如何在压力下操作。Premeditatio malorum 是你的精神训练场，它模拟战斗，以便在政治生活的真实战场上，你不会僵住，你变得在心理上对命运的打击免疫。那会让其他人陷入恐慌的头条新闻，对你来说，只是你已经考虑过并为之准备好灵魂的一个场景的确认。对这种时间的地址是强烈且可以理解的。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惜一切代价宣扬积极性的文化中，我们被教导不要想屁事，仿佛仅仅考虑一个消极的未来就能以某种方式吸引它。这是一种让你变得脆弱和毫无准备的幼稚迷信。人类的性质自然会避免不傻，而思考失败、损失或混乱是极其不舒服的。我们祝愿用模糊的乐观主义麻醉自己，或用娱乐来分散注意力，让我们心智的城墙无人看守，希望没有敌人会出现。这种内在冲突是追求舒适的欲望与准备的需要之间的斗争。舒适希望你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准备知道希望不是一种策略。舒适在你耳边低语，让你避免消极的想法。准备坚持让你支持他们，不是为了绝望，而是为了解除他们的武装。联系预象是一种勇敢的行为，这是牺牲否认的短暂舒适，以换取人性的持久力量的决定。这是选择成为在战斗前检查装备的士兵，而不是祈祷战斗永远不会到来的士兵。此外，我们的大脑有一种叫做乐观偏见的倾向，即相信负面事件更可能发生在别人身上而不是我们身上。我们认为经济崩溃、政治不稳定或自由的情势是我们从历史书上读到或在其他国家看到的事情。雨象是这种危险自满的解药，它迫使你认识到你并非不受历史波折的影响，它提醒你外部世界的脆弱性，并通过这样做鼓励你建立一些不脆弱的东西，你的品格，你的内心城堡。克服这种地址是一种哲学上的成熟行为，是理解到真正的积极性不是对消极的否认，而是对自己有能力处理消极情况的信心。当它来临时，这是一种在精神模拟的火焰中锻造的信心，而不是在积极思考的流沙上。通过拒绝审视最屁的情况，你并没有避免他们，你只是确保了当他们发生时，他们将对你拥有最大的力量。通过在你的头脑中直面他们，你切去了他们的力量，拍空了他们的肚野，并将他们转变为仅仅是需要管理的问题，而不是需要恐惧的灾难。瞭望它的比喻非常适合这种事件。想象你的内心城堡，控制而分法的城墙是你的第一道防线，但是一堵盲墙是脆弱的。你需要一个观察点，一个你可以看到地平线并预测比近威胁的地方，这就是你的塔。每天爬上这座塔，就是练习 Premeditatio malorum。从那里，你不是带着恐惧看风景，而是带着战略家的清晰。你看到远方正在形成的暴风云，一场可能的经济危机，一次有争议的选举，一场社会动荡。在你的塔上，你不会恐慌，你分析，如果哪场风暴着我的方向来，我的城堡的那个部分会受到最严重的打击。我现在能做些什么来加固那些区域？如果你害怕经济不稳定，也许答案是今天就加强你的财务纪律。如果你害怕社会两极分化，也许答案是今天就加强你与家人和当地社区的联系。预象不会导致被动，它导致有针对性的预防性行动。它准确地告诉你需要在你控制的圈子内工作的地方。当反应性的公民生活在底层，看不到即将来临的事情，并不断被风暴亮下和其导时，你内在德国无家正在你的瞭望塔上。你看到风暴来了，并冷静地发出准备防御的命令。你关上窗户，加固大门，点燃壁炉。当风暴最终到来时，
对别人来说是恐怖和混乱，对你来说只是执行计划的时刻。这种事件将对未来的焦虑转化为现在的行动，把它想象成灵魂的疫苗。疫苗的原理是向体内引入一种弱化的病毒，以便免疫系统学会识别和对抗它。当真正的病毒出现时，身体已经准备好了，感染会很轻微或根本不会发生。愈像是你的心理疫苗，你将混乱、损失和失望的病毒的模拟版本引入你的心智，你的精神学会了对抗它们，不为所动。当真正的危机来临时，你已经准备好了人性的抗体来中和其情感影响。每天从你的瞭望塔下来时，你走在城堡的庭院里，带着一种别人无法理解的平静，那是准备好了的人的平静。当新闻证实了你所担心的情境时，你甚至可以允许自己露出一丝微笑，对自己说：我一直在等你，我已经准备好了。这种准备就绪的感觉是焦虑的对立面，这是一种沉默力量的状态，一个不再是命运完屋，而是一个主权堡垒，为任何天气做好准备的心智的标志。意外是一种武器，通过语像，你完全接触了它的武装。这种系统的预期事件导致了深刻的情感转变，对未来的恐惧及所有焦虑的根源，逐渐被对自己抵抗能力的平静信心所取代。你变得在心理上很强大，以前会让你失控的时间变成了仅仅是不变。一个候选人的失败不再是世界末日，而是一个需要应对的问题。一场经济危机不是一场大灾难，而是一套需要挂影和美德的新情况。你不再把生活看作是一系列可能的灾难，而开始把它看作是一系列时间卓越的机会。第二个防御公式，瞭望塔赋予你语言版清晰的恩赐，不是预测未来的能力，而是为任何未来做好准备的智慧。塞涅卡提醒我们，令人亮讶的事情有更具压倒性的效果，熟悉的事情更容易承受。通过让你心之中的所有情境都变得熟悉，你变得能够承受任何事情。你的内心平静不再依赖于一个有利的未来，相反，它根植于你对一个不确定未来的准备，这是一个无限更稳定的基础。这种心里面依立在现代世界中是一种超能力。当周围的每个人都因每一次新的危机而被恐慌和集体歇斯底里所席卷时，你保持为一个冷静和理性的中心。你的心智经过预想的训练，不仅为你自己，也为你的家人、朋友和社区成为宝贵的资源。他们会在你身上看到一种他们无法解释的力量，一种在当前情况下看起来不可能的助境。而这种力量将来自你每天默默地爬上你的瞭望塔的记录。我们筑起了城墙，以保护自己面首不可控之事的侵扰。我们建造了塔楼，因为不可避免之事做准备。现在我们来到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防御公式，这是最具挑战性，同时也是最解放的。这是你城堡的朱门，但这是一个反向运作的门。它不仅用于阻挡外部世界，还用于欢迎它。这就是热爱命运的时间。这不是被动的顺从，也不是失败者意的妥协，这是一个积极、热切和勇敢的决定。不仅接受，而且热爱发生的一切，无论是好是屁，就好像是你自己选择的一样。这是内在过物家旅程的最后一步。这是从一种防御姿态向一种对生活的肯定姿态的转变。城墙和塔楼教会了你忍受命运的洪流，热爱命运教会你与之共舞。这个公式正如深受斯多个派影响的尼采所表达的，我对于人类伟大的共识是热爱命运，不希望任何事情有所不同，不向前不向后，直到永远。不仅仅是忍受必要之事，更不用说隐藏它，而是热爱它。这直接挂用于我们周围的政治混乱。应用热爱命运意味着审视当前的政治格局，带着其所有的丑陋、腐败和疯狂，而不是说我讨厌这个，我希望它能不同。你学会说这就是现实，这是现实。
而且因为它是现实，所以它是必要的，而且因为它是必要的，所以它是我的完美训练场。这正是我需要联系勇气、正义、价值和智慧的竞技场。你停止在你的头脑中与现实做斗争，你拥抱它，把它当作你锻造美德的原材料。这种视角的转变是灵魂的终极炼金术，它将任何障碍转化为机会，任何危机转化为道士，任何都要转化为良药。你鄙视的那个政客，它是一个让你练习耐心和理性的机会。那项不公正的法律被通过了，这是一个让你在你自己的影响范围内依正义行事的机会，在黑暗中成为一个光点。文明的崩溃，这是你成为尊重对话和尊严榜样的机会。热爱命运教会呢，任何外部发生的事情都不能阻止你内在的卓越。事实上，正是外部事件使你的卓越成为可能。这里的内在冲突也许是所有冲突中最深刻的。与热爱命运做斗争是人类的标准状况。我们所有的痛苦、愤怒和焦虑都来自同一个地方。我们与现实的争论，我们希望世界符合我们的愿望、我们的期望，我们对事情应该如何的感觉。当现实拒绝合作时，就像它总是那样，我们就受苦。错误的政客获胜，经济变糟，人们行为不理性，我们装载是什么？这都坚硬的墙上摔得粉碎。自我拒绝接受，他尖叫：这不公平，这是错的，不应该是这样的。这声尖叫是你所有痛苦的来源。这是一场你永远赢不了的争论，就像对遭遇大喊让它停，或对着太阳大喊让它不要落山。热爱命运要求你放弃这场战争，要求你与现实讲和。这对自我来说似乎是一场失败，似乎你在投降，你在说正在发生的事情是好的，但是并非如此。你不需要称恶为善，你只需要承认恶的存在，并且你的任务不是希望它不存在，而是医美的来回应它。这是最高形式的责任。困难在于将接受与赞同分开。接受一个暴君掌权并不是赞同保证，是承认你现在必须唯美的二战的战场的现实。接受一个在男性的经济政策不是赞同它，是理解你现在必须在其上建立你和你家人安全的新地形。冲突在于理想世界的幻想与接受现实世界作为我们拥有的唯一竞技场之间。斯多葛派选择现实，他明白力量不是在希望有一个更平静的海上找到的，而是在学会收敛的驾驭风暴中找到的。向命运的流动投降听起来很可怕，因为它似乎是失去了控制。但请记住你的第一个防御共识：你从一开始就无法控制流动，试图控制它就是你的监狱。真正的自由，矛盾的是，在于向你无法改变的事物投降，这样你就可以将你所有的力量集中在你能够改变的事物上。你的回应。热爱命运是宣告这种力量的最终行动，它是对宇宙说，无论你带来什么，我都会把它变成我的益处。我会把每一个时间当作我品格只获的燃料。这是不可战胜的心态。想象一下你城堡的大门，它不是一道永久关闭的钢制屏障，它是一扇宏伟坚固的门，由你控制。热爱命运是你如何操作这扇门的政策。你不会试图组织命运之河在外面流动，你让它流淌，但你决定如何处理它。你可以打开一个水闸，利用水流的力量来转动一个磨坊，磨碎养活你人民的谷物。政治混乱外面的脏水变成了产生你智慧和人性电力的驱动力。这个比喻表明，你不必喜欢正在发生的事情，才能在斯多葛的意义上热爱它。这里的爱意味着使用，意味着整合，意味着转变。你看到一场两极分化的政治辩论，不是把它当作恼人的噪音，而是提醒自己在自己的生活中联系倾听和同理心。你看到一场经济危机，不是把它当作一场灾难，而是加强你自给自足和借鉴的命令。你成为一个炼金术士，将外部事件的钱转化为内在品格的金。热爱命运之门代表着彻底的接受，世界会来敲这扇门。历史、
带着它所有的魅力和残酷将会呈现。反应性的公民试图保持门关闭，生活在对他被撞开的持续恐惧中。他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退门上。内在的国务家，热爱命运的实践者，打开门说：“欢迎，我一直在等你，进来看看你将帮助我建立的力量。”他知道从门进来的任何东西都无法摧毁城堡，因为城堡不是由石头制成的，而是由佑德的判断构成的。通过以这种方式敞开大门生活，你找到了一种超越环境的平静。这种平静不依赖于事情顺利进行，这种平静来自于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心，即无论发生什么，你都能利用这种情况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这是最终的自由，不是免于困难的自由，而是通过困难获得的自由。你不再请求生活给你想要的东西，而开始想要生活给你的一切。在这种意愿中，在这种对命运的爱的接纳中，你变得真正不可战胜。这3个防御公式旅程的结论是一个新身份的出现：内心城堡的守护者，自我的过物家。通过控制之墙，你学会了保存你的能量；通过了望塔，你学会了为未来做准备；通过热爱命运之门，你学会了将未来带来的一切转化为力量。你变得不受干扰，不是因为世界停止了混乱，而是因为你停止了成为混乱的反应。你在飓风中心找到了你精致的中心。马克·奥勒留，这位在战争、瘟疫和背叛中统治的皇帝哲学家，完美地总结了这种存在状态。他在他的沉思录中写道：“行动的障碍促进了行动。当路的东西变成了路，这就是 Amor Fati 的精髓。政治混乱不再是你平静的障碍，它本身就是短暂不可动摇的平静的道路。世界的疯狂不是你理智的障碍，它是你建立着权力制的原材料。你已经与现实的本性保持一致，没有比这更强大的力量了。你的处境现在建立在最安全的基础上，不是在一个特定的政治结果上，不是在他人的认可上，不是在一个稳定的经济上，而是在你自己训练有素的品格上。你变成了洪流无法移动的岩石。你可以参与公民生活，你可以投票，你可以捍卫你的信念，但你是从一个冷静和力量的地方，而不是从恐惧和反应性的地方这样做。你的内心平静不再是一个可以卸上的条件，依赖于外部世界，它是一个主权法令，由你自信指望过的合法统治者颁布。在结束这段旅程时，请理解这不是一个智力练习，这是一个日常的纵深的时间。每一天呢，都必须检查你的城墙，爬上你的塔楼，操作你的大门。会有你被洪流冲走的日子，在那些日子里，不要评判自己，只是平静地优惠你的厌世，擦干自己，然后重返你的岗位。时间才是最重要的。你现在有了地图，你有了工具，你有了个人治理的技术。混乱将继续，命运的洪流永不停止流动，但现在你准备好了，你是守护者，你是堡垒。你已经到达了这段旅程的重点，但却是一个新事件的开始。那个曾经是混乱手中万物的反应性公民，今天开始了他向内在过物家，他自己心智王国的君主统治者的转变。我们建立的3个防御公式不仅仅是概念，它们是一种新生活方式的蓝图，是你灵魂对抗反应性保证的独立宣言。记住，外部世界将继续是一股汹涌且不可预测的洪流，但你不再是一个绝望的有用者，你是掩饰，你是城堡。现在，为了封印这个承诺，为了将灵感转化为身份，你的下一个行动是做出一个最终的力量宣言。去评论区写下，没有什么能动摇我的城堡，让每一个字都成为你城墙上的一块砖。当你做出你的宣言时，看看你周围的评论，你会看到其他像你一样的人完成了这段路程，并做出了同样承诺的个体。我们建立的不仅仅是一个频道，我们正在组建一个内在过物家军团，一个拒绝交出他们平静的守护者社区。
为了加强这种联系并表明你的风险，请做第二个评论。简单的写，我看到了最后。这是我们的信号，是那些不寻求简单解决方案，而是愿意做必要工作来锻造不可动摇品格的人之间的认同。这创造了强大的社会证明，并向我们展示了谁真正参与了这段路程，让我们能够为像你这样作为这个社区支柱的人创造越来越深入的内容。如果你今天受到的信息与你对力量和途径的追求产生了共鸣，请用你最后的行动来尊重这项工作，留下你的赞，以便这个智囊能够红及其他需要它的人。订阅，以免错过我们任何未来的生活艺术训练。最重要的是，分享这个视频，把分享不看作是一个数字行为，而是一个美的行为。你认识某个在政治焦虑的洪流中溺水的人，某个其平静被头条新闻绑架的人。通过发送这个视频，你不仅仅是分享一个连接，你在扔一根绳子，提供工具让别人可以开始建造他们自己的城堡。平安的去吧，并成为那座堡垒，